房貸一族拼買房，川普推50年超長房貸，50年哦，月付少付數百美元，台灣有沒有可能會跟進？先說結論，50年房貸如果推出來的話，是真的會很兇哦，這是會改變房地產格局、基礎格局的大事情，房價必然大漲。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老屋翻新還是要換新房，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美國即將出現50年房貸哦，這是我們來聊一個新聞哦，又是川普哦，戰鬥力怎麼強？標題我念一下，喊讓年輕人輕鬆買房，川普要推50年超長房貸。那內容是這樣，就是川普說要推出50年的房貸哦，讓大家可以從貸款30年，然後變成50年，月付比較少這樣。然後白宮的經濟顧問也跑出來背書，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就拜登總統任內的房貸利率大概上升了4個百分點，這幾乎讓一般人每個月的房貸支出變成2倍。哦，這個又把拜登拿出來編了，他到底是有多討厭那個拜登，好誇張。然後說，因為房貸的支出變多，所以首購族就變少了。如果延到50年的話，每個月可以少付好幾百美金，所以他們正在認真考慮這個方案。我未看先猜哦，這個大概率就是要幹了。川普就是這樣嘛，就除非反對的聲量大到沒辦法，不然的話說幹就幹，先幹再說。你看那個美國關稅影響世界經濟格局了，不是說幹就幹下來了。然後一開始全世界反對抵制它，到現在好像也就好了，那就大家來談哦，看你能不能少克我一點這樣。但是這個50年房貸哦，如果認真要通過，還是有難度，因為現在這個30年的限制哦，是寫在美國的真實借貸法哦，就美國的法律的第15編的第1639C 條裡頭的，他寫合格抵押貸款的限制是貸款期限不得超過30年，所以他要把30改成50哦，需要經過國會的同意。國會同意把這個法條改掉哦，就不能像他之前客觀這樣先幹再說，可能會有一些變通繞道的方法哦。就比方說哦，我這個不是房貸，我這是另外的什麼什麼東西只是它是20年加在這上面之類。所以我們還可以觀察一下川普接下來的做法。那我相信台灣現在的內政部金管會央行一定有在觀察這件事情後續的發展，因為如果川普真的搞了50年房貸，然後民間的態度是額手稱慶然後開始大量歌頌這個川普皇帝之類的，那就是一片看好呼聲很高的話，那就好選了嘛那是不是台灣有機會把房貸延長到50年？這是有可能發生的哦。再來你要知道房貸延長的優點跟缺點那我也來講一下說，如果房貸延長的優缺點首先優點當然就是你的月付會降低嘛就會有更多的人可以上車嘛，也就是自有住宅又會提升嘛然後你的靈活度也會提升，因為你跟銀行貸款50年，又不是規定你要一路還到50年後，你是可以提早還掉的所以就變成說你可以更自由的去運用你的資金。好，那缺點是什麼？缺點就是首先利息會變高，因為你要多繳10年的利息。你看這張表這個隨便亂算總之就是說1000萬的貸款40年你把它還掉的話1000萬貸款的話，你要總共要還1172萬那30年還掉的話就是1127萬，一來一往差45萬所以你就會多繳錢這樣。那第二件事我知道那個對於房貸這個產品比較有思考的人就會認為說10年的資金使用成本1000萬的資金的使用成本是45萬，那可以之類，這個等一下再說。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說房價會怎麼樣？必然上漲，必然上，這不用猜了，這一定的了。你以為為什麼現在很多建案大概都給它開在1200萬左右的總價？這不是建商佛心是因為新青安它上限就是1000萬，然後以一般人30年房貸來算他繳還繳得出來，月薪5萬塊、55000塊就繳得出來。如果沒有還繳不出來的話，他有隊友，也就是有結婚的話，2個人的錢包還繳得出來，是這樣來的。那如果今天真的開放到50年房貸，對建商來說，他每個月就可以繳更多嘛對建商來說就可以開更高了反正你是跟銀行貸款，又不是跟我貸款，他就没差，你知道。第三個問題是潛在風險增加就是你房貸貸一貸就50年，時間拉更長了對銀行來說風險會變很高嘛，因為他怎麼知道你能不能活滿50年繼續賺錢交錢給他，銀行也會怕。所以我認為如果真的要推出什麼50年房貸，這個
會必定要綁房屋壽險哦。就這樣，你掛了以後，還有一些銀行還不會那麼擔心，這沒辦法的事情。最後你要知道，台灣有可能會推出50年房貸的方案是長什麼樣子哦。最後就來亂猜嘛。如果台灣50年房貸看起來真的要做的話，可能會推出什麼政策？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看法哦，跟我站來站去也沒關係。好，那我先講我的版本哦。我認為會長這樣。我認為新青安唯一可貸50年加一生一次加不能出租加年齡限制啊，其實就是王世堅在罵的這些事情嘛。一生一次然後可以貸50年比現在的條件還好，然後不能出租然後還要加年齡限制，你不能一個65歲然後用新青安這樣，然後還給你放50年，那就是讓首購族更有機會上車但是又要避免來亂炒一波房市，所以綁定一個期限，比方說10年以後才能賣之類的，就像現在的房地合一 2.0 啊，你要短期之內賣可以課稅會非常的重，就這樣。那如果這種條件還願意上車的人，絕大部分就是真實自住需求了。你說會不會有人借人頭？我相信在這種嚴格的條件之下，極少數，因為你借人頭一借10年呢，這中間會發生的變化實在太大了那很難去冒這個風險。跟如果還有人頭願意跟你簽那他也會跟你開一個蠻高的價錢，那讓你算一算以後，好像借人頭也不太划算，反正就會長到這樣。那這件事情有沒有機會會發生？我相信是有的因為卓院長已經表示，等新青安明年7月到期以後，會用新的方式來幫助年輕人上車，對不对什麼叫新的方式？這就很引人遐想啊你說房貸50年會不會很誇張？我跟你說，以新的方式各種亂想來說，房貸50年其實還好你看這張表，2023年的統計，英國、日本、韓國都是可以貸款50年的，只是現在韓國沒有了嘛。韓國現在在那邊全力打房中，只能貸30年，他們房地產漲太凶了。好，那我要表達的事情是說，這件事情啊，50年房貸是有先例的。那如果真的出來的話，你最好就是要趕着上車。不管你是否在新青安的名單裡面因為50年房貸一旦推出之後，市場絕對會迎來一波大熱潮，你越早上車才對你越有利。就這樣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我們今天講了美國川普即將要推50年房貸從川普喊話到這個政策跟美國法規之間的矛盾跟執行的難度，我會簡單說一說那以及背後對房市會造成什麼的影響我也分析了這個房貸延長的優點缺點，錢也算給你看了，也推演出如果台灣要跟進可能會出現什麼版本。那我的結論是，如果美國50年房貸真的要搞出來，台灣政府一定會密切觀察跟參考，甚至有相當幾率會推出自己的版本。一旦台灣宣布跟進，房市一定會怎樣？急速升溫，想買房的人就要更早做好準備，你越晚上車，你的成本就會越來越高最後我想問你，你覺得50年房貸在台灣推出的幾率會高嗎？ A 我覺得會，因為沒別招了。 B 我覺得不會，因為現在就有40年，然後40年貸到的人就不多了。 C 我覺得不會，因為會有一堆居住正義大俠出來反對。對那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
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自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哦，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故事，講故事，跟你分享一位會員朋友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這是故事的主角，叫做小龍小龍最近要買房子，然後在貸款這邊卡住了，所以就跑來賴上問我。那卡住的原因很常見，排波嘛跟利率的問題。他問了2間銀行A 銀行可以給他貸款到40年，但利息很高那 B 銀行的利息比 A 銀行低了 0.5%， 這很多但是只能貸款30年。他就問我說我要怎麼選我就跟他說選貸久的那個就選那個可貸40年的。好，那他又在那邊擔心，心裡在那邊想東想西這樣我退休以後貸款還沒繳完呢什麼有的沒的果然那我就跟他說，房地產不太是這樣子看的因為你10年以後你就可以執行所謂的小換大舊換新，繼續背房貸，或是你就不要再背房貸，那你到時候就賣掉，少一筆錢看怎麼樣去就搞得很像大換小，新換舊但是你會擺脫那個貸款這都是做得到的。那所以現在這間你要計較的就不是那個還款年限40年還是30年就變成說誰讓你的負擔比較低，他能夠多出那個每個月省下來的現金讓你去運用。假設你要布一個15年的局好了，那你每個月省個幾千塊5、6千塊，這也差很多啊。你可以丟什麼 ETF， 連丟15年，這怎麼輸總之就是這樣。他聽一聽之後覺得很道理，但還是下不了決心所以我又跟他講說，你看A 銀行利息比較高，但是它讓你每個月付出的錢比較少，你也能比較快回血。那多的錢你就拿去，就像我說吧 ，ETF 還是你也可以讓你自己的生活不會那麼的緊張啊那聽到這邊他就恍然大悟說對那這樣看起來好像是個比較理想的做法，而且以他的收入來說，他應該提早還完房貸的幾率是很高的後來他就真的去辦了 A 銀行的40年貸款，有貸到那日子過起來也是比較輕鬆，據他來講是沒什麼壓力不過這40年就沒給寬限期了。隔了一陣子他又來賴我，跟我講說幸好當初有跟他分析然後說40年可以選，這樣他才有閒錢去做股票然後這次有跟到台股大漲的這一波，有賺一點錢啊，然後就說要約我請我吃飯。我跟他說不用啦，就是捐錢給那個台東木星嘛，我不是會員影片都會講那個資訊欄最底下也會講捐款，這樣子我就很高興了。那現在小龍也還在股市裡面繼續玩，隨便喜歡就去玩不要亂搞就好了。那至少現在還有這個機會嘛，選了40年多出這個機會，選了30年可能就生活上比較緊一點。那他也對自己的財務狀況蠻有信心的，就這樣。那如果你最近也正在弄貸款，我也會建議你說貸款的年限越長越好利息高一點感覺還好，反正日後都是可以調整的嘛轉貸增貸轉增貸嘛，或是說反正台灣的貸款就長這樣。我跟你說美國為什麼街頭那麼多流浪漢，因為假設你看那個執法難度不一樣，美國要是欠房貸欠一欠房子銀行的就把你趕走了就流浪了就會變成這樣。台灣很難吧？台灣你要走到法拍或什麼的很難吧？而且台灣銀行有一個現象，就是
就可以談，你知道哦。我不知道公開的場合講這個好不好，總之就是說就可以談啊。你要是真的有狀況有困難，你跟銀行講，銀行會幫你想辦法，你知道，他也不想要你繳不出來啊，然後搞得他要寫報告或幹嘛，他就幫你想辦法。想的辦法通常是什麼？就給你寬限期哦。寬限期不是寬到本金都不繳，他寬限期是寬說，那你就繳部分本金之類的，然後給你一個期限，他會幫你想辦法。美國應該沒有那麼好說話，不然他們流浪漢怎麼會那麼多？再來是台灣政府在看台灣的房市是非常的謹慎的，股市爆掉就爆掉，而且還會有一堆限制，什麼平盤以下不得放空對不對？但是台灣政府對房市是信用管制很多信用管制很多。但是像之前這個疫情的時候，你看他是不是祭出了各種優惠條件去讓你維持你的房子？真的是維持像疫情的時候有弄一個利率。那個利率是讓大家的房貸就政府補貼銀行讓大家房貸變低這種事情，我有看到我還想說去申請結果我打電話先去問說不用啊，那個我們會自己幫你調。我靠，這東西有自動的就是政府也怕你出事啦，要是連居住都問題你就要暴動了所以說那個房地產出事，政府會出面會去解決，不然它造成的那個社會成本影響很大會很惡劣就對了。所以股市跟房市的態度截然不同就是房市你就換個角度講，政府也不希望你出事啦那股市的話就是你出事你家的事那你就違約交割啦，還拎到一代機就這樣。那如果你這個房貸快繳不出來就都可以談，真的是都可以談，銀行會幫你一起想辦法。所以選長的這沒什麼問題。我目前的想法是這樣，這叫目前的想法，誰知道後來會不會又多了什麼限制或是條件讓整個貸款的格局發生改變，這我不知道。但總之就是如果兩邊的貸款當然利率我不是說選長就好，利率不用管，你利率也是算一下但是同樣利率的情況之下，貸款年限長就讓它長，對你來說反而是比較有利的。這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版本答案。在我們爸媽那個時代不能這樣子選，我們爸媽那個時代我爸都在講他以前買房子銀行貸款 9% 呢，9% 你還選長的，有病那我們現在的這個金錢的使用成本都已經變低非常的多了，所以能選長，每個時代的版本答案都不一樣。